同樣是65歲，同樣沒有在上班，同樣住在台灣，有人每個月固定有一筆錢進賬，有人一毛都領不到，差別不在誰比較認真繳過錢，也不在誰的年資比較長。這一支影片把台灣跟老人有關的錢一次攤開來講，國民年金、老年年金、老年基本保證年金、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、老農津貼，還有各縣市自己發的重陽敬老金。我會給你一張很簡單的判斷順序，你屬於哪一種，能不能同時領，多數人是卡在哪一關。舉一個實際會發生的狀況，兩位都是65歲，都沒有在工作。第一位年輕的時候一直在種田，農保年資超過15年，現在每個月固定有老農津貼進來。第二位在家裡帶了一輩子小孩，沒有勞保也沒有農保，國民年金只繳了幾年，每個月只領得到一筆金額很小的國保年金，但是名下有一塊阿公留下來的農地，想再去申請津貼，一項一項都被退件。兩個人一樣認真過日子，差別不在努力，在制度怎麼歸類他們。先講一件最重要的事，要看懂這些錢。第一步是把它們分成兩條線，這兩條線分不清楚，後面怎麼算都會算錯。第一條線叫社會保險，代表就是國民年金、老年年金。保險的邏輯很單純，你有繳保費，年資一年一年累積，到65歲就換成每個月的年金。他看的是你的投保記錄，錢是你自己先繳進去的。第二條線叫社會福利津貼，包括老年基本保證年金、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、老農津貼。津貼的邏輯完全不一樣，他不看你繳過多少錢，他看你的身份，看你的收入，看你們全家的財產。這是政府拿稅金去補助特定處境的人，不是你存進去的。要補一句，勞保老年年金也是站在第一條線上的，它跟國民年金、老年年金一樣，都是你繳保費換來的保險給付。所以第一条線其實有兩種人，一種是一輩子有在上班有勞保的，一種是沒有勞保被納入國保的。這兩條線的法源不一樣，主管單位不一樣，能不能同時領也不一樣。台灣長輩最常見的誤會，幾乎都是把這兩條線攪在一起造成的。這個分法請你記住，後面每一段都會用到。第一筆是國民年金、老年年金。國民年金是民國97年10月開辦的，主要涵蓋的是25歲到65歲之間，沒有參加勞保、農保、公教保、軍保的人，家庭主婦、自己做小生意的、務農但沒有農保的，很多都在這裡面。滿65歲以後就可以按月領老年年金。金額怎麼算？有 A 式跟 B 式兩種算法，勞保局會兩式都算，然後給你比較高的那一個。A 式是月投保金額乘以年資，再乘以 0.65%， 最後加上一筆加計金額。B 式沒有這筆加計金額，改用比較高的比率去乘。年資短的人通常 A 式比較有利，年資很長的人才有機會 B 式勝出。關鍵在那筆加計金額。從民國113年1月起，加計金額是4049元。再往前看，民國105年到108年是3628元，109年到112年是3772元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年資很短，算出来的成績很小，只要適用 A 式，每個月大概還是會有4000元上下的水準。我們用現在的數字實際算一次，你就有感覺了。假設一位長輩國保年資10年，月投保金額用現行的21103元來算， A 式的成績部分是21103乘以10，再乘以 0.65%， 大約是1372元，加上4049元的加計金額，一個月大約5400元上下。如果年資拉到20年，成績部分大約2743元，加上加計金額，一個月大約6800元上下。這只是概算，讓你抓一個大概的量級。實際上勞保局是按你每一期的投保金額去計算的，早年的投保金額比較低，所以真正核定下來的數字會跟這個概算有差距，一切以勞保局的核定通知為準。但你可以看出一件事，年資多10年，差的是1000多塊，可是那筆加計金額本身就有4049元，這也是為什麼繳久繳短的差距沒有很多人想象中那麼大。還有一個數字今年剛動過，月投保金額從民國115年1月起，從19761元調升為21103元。投保金額往上調，代表你每個月要繳的保費會變多，但未來算出來的年金也會跟着往上。國民年金的費率是 10.5%， 一般民眾自付60%，
大約是每個月1329元。這裡要特別講清楚一件事，因為網絡上傳得很兇，行政院在2026年1月22日通過了國民年金法的修正草案，裡面把 A 式的加計金額從4049元提高到5000元，身心障礙年金從5437元提高到6715元，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的排付門檻也放寬到所得60萬元，不動產1025萬元。但是這個草案到現在還沒有三讀。立法院衛環委員會在2026年7月22日審查的時候，因為各黨提出的金額差距太大，行政院版本是5000元，有些版本喊到6000元甚至8000元，最後保留下來送黨團協商，截至查證的時候還沒有完成三讀，所以現在法定能領的還是4049元，不是5000元。如果你聽到鄰居說年金已經加到5000了，那是草案，不是已經上路的法律。錄影當下的資訊就是這樣，實際金額請以勞保局最新公告為準。第二筆是老年基本保證年金，這一筆很多人以為自己有份，其實90%以上的人都領不到。它的金額是每個月4049元，跟 A 式的加計金額一樣，但它的請領資格是一個封閉的族群，條件是民國97年10月1日國民年金法開始施行的那一天，你必須已經年滿65歲，換算成出生年月，就是民國32年10月1日以前出生的人。你算一下就知道，這批長輩到現在都已經83歲以上了。所以我要對着熒幕前的你講白一點，如果你現在是55歲到70歲之間，這一筆多半不是你的，是你父母那一輩的。這個族群只會逐年減少，不會再增加，因為門已經關上了。除了年齡，還要在國內設有戶籍，而且最近3年內每年在國內居住超過183日，長期住在國外的不符合。排除條款也要講以下這幾種情形，就算年齡符合也領不到。第一，已經由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。第二，領軍公教或公營事業的月退休金、月撫恤金。第三，已經領了其他社會福利津貼，像是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、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、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、老農津貼、榮民救養給付。第四，個人綜合所得總額達到50萬元以上。第五，個人的土地跟房屋價值合計達到500萬元以上。第六，入獄服刑或者被羁押拘禁。你注意到了嗎？後面那2條就是排富，所得50萬，房地500萬。這條線一過，年齡再符合也沒有用。為什麼會有這種只給特定出生年份的制度？因為國民年金開辦的時候，那一批已經超過65歲的長輩根本來不及繳保費，也就沒有年資可以換年金。政府等於是用一筆定額的保證年金把他們接住，所以它從第一天起就是一個過渡設計，不是常態福利。前面提到的那份修正草案也想把這筆的排付門檻放寬到所得60萬，不動產1025萬，但草案還沒三讀，放寬之後原本被排付的人要不要重新申請，會不會自動恢復，目前官方沒有說明，這一點我不猜，請以主管機關公告為準。第三筆是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，這一筆才是現在最多長輩實際會碰到的。它依照家庭總收入分成2級，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沒有到當地最低生活費 1.5 倍的，領比較高的那一級，達到 1.5 倍但沒有超過 2.5 倍的，領比較低的那一級。法規上寫的基準是7759元跟3879元，但辦法規定每4年要按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。經過調整之後，現行實際發給的金額是每個月8329元跟4164元。門檻不是只看收入，這是最多人踩雷的地方。除了收入，還要看財產，而且分成動產跟不動產2塊。動產包含存款，也包含股票投資這類有價證券。這條線全國一致，單一人口家庭上限250萬元，家裡每多一口人就往上加25萬元。也就是說，一個人住的長輩名下存款加股票超過250萬就出局。不動產的限額是各縣市自己定的，而且各縣市差很多。台北市是992萬元，高雄市是691萬元。要提醒你，這個限額跟低收入戶那張表上的數字不一樣，不要拿錯表來對。你要問的是你戶籍所在那個縣市的社會局，不能看別人的數字。順便把2026年，也就是民國115年度的最低生活費講一下，因為前面那個 1.5 倍
2.5倍就是從這個數字乘出來的。台北市27744元，新北市17750元，桃園市17186元，台中市16431元，台南市15515元，高雄市16970元，台灣省15515元，福建省15173元。拿高雄市当例子最好懂，最低生活費16970元，乘以 1.5 倍是25455元，乘以 2.5 倍是42425元。全家收入除以人數，落在這兩個數字之間，就有機會拿到比較低的那一級。要提醒的是，有些縣市網頁上的集聚數字更新的比較慢，跟當年度最低生活費對不太起來，所以最準的做法還是打電話到你戶籍地的社會局老人福利科問，不要自己在家裡算了就下結論。還有一個地方很多人沒想到，收入是算家庭總收入，不是算長輩自己的收入，所以应該把誰算進家庭人口就变得很關鍵。同住的配偶、直系血親通常都要列進去，實際的認定是依照社會救助法的規定，有些特殊情形可以申請排除計算。這一段的細節每一戶都不一樣，我沒有辦法在影片裡給你標準答案，只能提醒你去公所的時候一定要把全家的狀況講清楚，讓承辦人幫你認定人口範圍，不要自己先算一算就覺得沒希望。講到這裡可以回答標題那句話了，決定你每個月領多少，不是你繳多久，真正的答案是兩件事，生分別還有排富門檻。同樣是65歲，同樣沒有工作，領多少完全取決於3個東西。第一，你被歸在哪一類，是國保，是老年基本保證年金，是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，還是老農津貼。第二，你的戶籍設在哪個縣市，因為敬老金跟不動產限額各縣市自己定。第三，你們全家的存款、有價證券、不動產有沒有超過那條排富線。很多長輩就是卡在最後這一關，名下有一塊老家分下來的祖產，市價早就跟現在的行情脫節了，但公家算的是評定價值加公告現值，一算就過線，或者是一本放了幾十年的定存，數字看起來安穩，剛好把動產撐破250萬，人沒有變，有錢，收入也沒有變多，但是資格就是不符。戶籍那一項也一樣真實，同樣一位長輩，戶籍在台北市，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的不動產限額是992萬，戶籍改在高雄市，同一項的限額是691萬，差了300萬，人沒有變，房子沒有變，只是戶口名簿上那一行不一樣，資格就可能翻盤。這不是誰的錯，這是制度本來就是這樣設計的。津貼的本質是補助處境，不是回饋貢獻。你認不認識這個規則，就決定了你會不會白跑一趟。我要特別強調一句，我講的是規則怎麼運作，不是叫你去動你的財產。任何想靠處分不動產、移轉名下財產去符合排富的做法，牽涉到贈與稅、實質課稅，還有社會救助法對財產移轉的認定，那已經超出這一支影片的範圍，也不是我能建議的事。這裡只講一件事，先搞清楚自己現在的狀況落在哪裡。接下來這一段是全片最有價值的地方，也是最多人吃虧的地方，就是能不能同時領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12條寫得很清楚，同時符合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、老年農民福利津貼、國民年金、老年基本保證年金、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、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這幾種資格的人，只能择一領取。很多長輩聽到擇一2個字就直接放棄，覺得反正我有領，一種就不能再領了。錯就錯在這裡，擇一的範圍只在津貼跟津貼之間。根據事實，查核單位在2025年10月引述衛福部社家署與台北市社會局所做的查核結論，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是可以跟勞保老年年金、國民年金、老年年金一起領的，不能一起領的是老農津貼、國保老年基本保證年金、身心障礙年金這幾種津貼。這個誤會為什麼會傳得這麼開？因為第12條那一長串名稱念起來很像，把所有老人的錢都包進去了。一般人看到就自动理解成有領一種就不能再領。但你把那5個項目一個一個看過去，會發現全部都是社會福利津貼，沒有一個是保險給付。條文從頭到尾沒有提到勞保老年年金，也沒有提到國民年金、老年年金。回到我們一開始講的2條線，社會保險年金是一條線，
社會福利津貼是另一條線，則一支發生在津貼那條線的內部。你自己繳保費換來的老年年金，不會因為你去申請了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就被停掉。再講的具體一點，假設一位長輩年輕的時候有繳國民年金，65歲以後每個月領國保，老年年金金額不高，同時他跟太太2個人住，家庭總收入平均下來很低，存款也遠低於250萬，名下沒有房子，這種情況下，國保老年年金照領，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也可以另外去申請。反過來，如果他已經在領老農津貼，那老農津貼跟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就只能挑一個，公所會請他選金額比較有利的那一種。這一點講錯會害人，少領一份錢。如果你身邊有長輩正在領勞保老年年金或國民年金老年年金，家裡收入跟財產又確實很吃緊，那他還是可以去公所問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，不要自己先在心裡判死刑，實際能不能過要看審核，但至少要去問。第4筆是老農津貼，全名是老年農民福利津貼，現行金額全額是每個月8110元，半額是4055元。領全額的條件是農保年資合計滿15年以上，或者漁會甲類會員年資滿15年以上。如果是民國103年7月17日以前就已經參加農保，而且持續加保，申領的時候年資滿6個月但還不到15年的，領半額。全額跟半額差多少？8110元跟4055元，剛好差1倍，一年下來差將近5萬元。分水嶺就是農保年資有沒有滿15年。所以家裡如果有長輩還在務農，農保還在加保中，年資還差一點點就滿15年的，這件事值得認真去農會問清楚，不要斷保。斷掉之後再接回來，年資怎麼認定是另一回事，那要看個案。排富的部分，農業所得以外的個人綜合所得不能到50萬元，土地跟房屋價值也不能到500萬元，標準跟老年基本保證年金那一組是一樣的。要留意的是，老農津貼看的是農業所得以外的所得，務農本身的收入不算進去，但如果長輩退休後還有租金收入，還有其他來源，那些是要算的。還有一條容易誤會的規定，已經領了勞保、公保、軍保或國保老年給付的人，原則上不能再領老農津貼，但條例裡有一個法定的例外，民國87年11月12日以前就已經參加農保的人不在此限。如果你或你家人剛好是這種很早期就入農保的老農，這一條務必去問清楚，不要因為聽說領過勞保就不能領而自己放棄。老農津貼也有一個大家在傳的數字，行政院在2026年1月15日通過了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的修正草案，要把8110元調高到1萬元，排富門檻也放寬到所得60萬，房地1025萬。1月23日直接送進立法院2讀，交給各黨團去協商。但是一樣，截至2026年7月22日，這個案子還沒有3讀，7月當月發下來的還是舊金額。行政院表示，完成修法之後會追溯從7月1日實施。追溯這2個字現在也還是官方說法，不是既成事實，所以你今天去申請領到的就是8110元。第5筆是各縣市自己加碼的重陽敬老金，這一筆最亂，因為完全是地方自治，年年重編預算。以下是媒體整理的2026年版本，我只把數字念出來，實際金額跟資格請以各縣市當年度公告為準。台北市65歲以上發1500元，要涉及滿3個月，100歲人瑞1萬元；新北市1500元起跳，要涉及滿1年，100歲人瑞2萬元；桃園市2500元，涉及滿6個月，99歲以上2萬元；新竹縣65歲就有1萬元，但是要涉及滿10年；新竹市2000元，基隆市1000元，苗栗縣1000元，台中市2000元，彰化縣1000元，南投縣1000元，雲林縣是1000元到12000元分級，嘉義市3000元到12000元分級，嘉義縣3000元到9000元分級，台南市1500元，高雄市1500元，屏東縣只發給90歲以上2000元，宜蘭縣2000元，台東縣2000元，花蓮縣600元到5000元分級，澎湖縣5000元到8000元，而且要涉及滿3年。金門縣市發敬老酒1瓶，連江縣1500元到3000元分級。金額本身不是重點，我也不評論哪個縣市發的多，哪個發的少，
各地財政狀況本來就不同，真正該注意的是那個很多人不知道的隱形門檻，涉及年限。新竹縣一次發1萬元，但是要涉及滿10年。這代表什麼？代表如果長輩是退休以後才搬過去跟子女同住，戶口剛遷進去沒幾年，那1萬元就領不到。台北市要3個月，桃園市要6個月，新北市要1年，澎湖縣要3年。子女幫爸媽遷戶口的時候，很少人會想到這件事，等到重陽節前後才發現差一點點。還有一個常見的誤會，很多人以為敬老金是自動發的，有些縣市確實是照冊直接匯款，但也有縣市要本人或家屬帶證件去領，辦公處或區公所領，時間過了就當作放棄。發放方式各縣市不同，這件事只能問你戶籍地的公所。所以如果家裡真的有在考慮遷戶籍，順手上該縣市的社會局網站看一下敬老金的涉及規定，這件事花不到10分鐘。最後講怎麼申請，還有要不要每年重審。申請的窗口很單純，就是向你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提出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的發給辦法第6條寫明，向戶籍地公所申請，公所應該在1個月內完成調查跟初審，不是去銀行，不是去農會，也不是打給哪個很熱心的鄰居，就是公所。去之前先把東西準備好，可以少跑一趟。身份證、印章、本人的存折、封面、影本，這3樣是基本的。如果申請的是要看家庭收入財產那一類，通常還會用到全戶的戶籍資料，還有全家人的所得與財產清單，所得跟財產的資料，公所多半可以透過系統直接調，但有些情況需要你自己去國稅局申請最近1個年度的所得清單跟財產歸戶清單，這2份文件本人帶身份證就能申請。最容易被推薦的2件事，一件是家庭人口漏報或多報，一件是名下有共同持分的土地自己忘記了。共同持分很常見，兄弟姊妹分家沒有辦清楚，一塊地上掛好幾個名字，長輩自己都不知道，還有一份在名下，這種要先去地政事務所調財產歸戶，把名下到底有什麼弄清楚再說。重審這件事，不同制度答案不一樣，不要一句話帶過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是有明文規定的，主管機關每年應該定期辦理發給資格的重新調查，資格有變動或者受益人過世，要在15日內通知，而且違反規定去申領的，已經撥付的款項會限期要你繳還。這一條不是嚇人，家裡財產狀況一有變化，主動去講比較好。至於老農津貼跟老年基本保證年金，多半是由主管機關直接調財稅跟戶籍資料去查核，實際要不要另外送件，請直接問承辦單位。還有3件小事，第一，這幾筆錢都不會自己跑到你戶頭，除了少數是公所直接照冊發下來的以外，絕大多數都要有人去提出申請。第二，津貼是從核准的那個月開始起算的，不會往前補發你沒申請的那幾年，所以早1個月去問就是早1個月的錢。第三，所有金額跟門檻一律以各主管機關的最新公告為準。這一支影片講的是查證當下的版本，中間如果修法3讀通過，數字就會不一樣。如果你手邊有紙筆，把3個東西寫下來就夠了。第一，長輩現在有沒有在領勞保或國保的老年年金？第二，全家有幾口人，名下的存款跟不動產大概多少？第三，戶籍設在哪個縣市，涉及多久了？這3行寫完帶去公所，承辦人5分鐘就能告訴你答案。把今天的話收成一句，先確認自己屬於哪一類，是保險還是津貼，再確認家裡的收入跟財產有沒有過線，然後帶着身份證、印章、存折，親自走一趟戶籍地的公所，把話問清楚。不要聽鄰居說，也不要看到轉傳訊息就以為金額已經調漲，該領的1分都不要少，不該期待的也不要空等。